大家好，在中国娱乐圈泛政治化的今天，那些不懂政治的艺人们注定会碰壁吃亏，重则社死收场。这些相关的例子可谓比比皆是，数不胜数。聪明人就应该懂得如何去明哲保身，如何去因应时事。跟娱乐圈老于江湖的大姐大谢娜混久了，原本就已经是鬼聪明的赵丽颖，自然更是锦上添花，总有吉祥。有趣的是，自成一派的王一博居然总有自己的想法，而且这个精于提档变数的鬼马王一博，鬼脑筋转的基本上一般人压根就是看不穿的，深度加温度，新闻最专注。赵丽颖的金角大王，或者说金角大哥谢娜的粉丝团，果然是政治觉悟很高的一群人来的。2022年的5月11号，谢娜粉丝团隆重推出了一款512禁娱公告出来了。这份公告为此还特别转发了一则人民日报的官博。请注意，这很重要。话说5月12号是一个相当沉重的日子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70多年来，破坏最大、伤亡最惨的地震就发生在了历史上的这一天。密切跟党走的赵丽颖一直都紧紧地把握着这一天，而勇挑政治任务的王一博更加审时度势，做了一个完完全全不为人察觉到的小动作出来。而这个小动作的背后，视角永恒与别不同的新闻我依然可以确信，99.999% 的娱乐大 V 专家大号依旧是一头烟雾，不明所以。因为事实上，全中国的娱乐人士依旧还是完完全全，居然没有一个人来提这一壶有趣的开水。14年前的今天，也就是2008年的5月12号，四川省的汶川县不幸成为了这桩惨痛历史事件的震中。请注意，王一博所转发的那个央视新闻当中提到说，四川汶川发生8级地震，7万人丧生， 1.8 万失踪，37万受伤。这是一个相当简要的概述来的。您或许不曾留意到，丧生的7万人当中，约有1/10的人其实是当时正在课堂上上课的未成年学生来的，而这些人基本上最不应该被纳入到这些死亡的名单数字当中。那么您猜这是为什么呢？因此2022年的5月12号，人民日报的官微发文说，14年前的汶川大地震有刻骨铭心的悲痛和感动，也有不屈不挠的抗争与努力。汶川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于是乎，人民日报的这篇发文顺利的把又是一年512的词条送上了热搜榜。与此同时，央视新闻也通过社交平台号召大家伙一起发文，去祝福这个生生不息的汶川。央视新闻这样写道：14年后的今天，我们缅怀逝去的同胞，也铭记危难时刻的生死救援，灾难面前的守望相助。此刻一起致敬重生，祝福汶川。说到这，如果您是社会主义娱乐圈的圈中人的话，而且只能够
二选一的话，你会选择转发刻骨铭心的人民日报官微呢，还是去选择转发致敬重生的央视新闻官微呢？这两家从表面上看都是根正苗红的党媒官媒，是不是无分彼此呢？是不是无论转发哪一家都是果效一样呢？说到这，必须提醒一下您的就是，目前为止，央视新闻的512转发量是人民日报的512转发量的差不多20倍之多。那么说到这儿，您知道该怎么选了吗？有意思的是，王炸姐姐赵丽颖的选择，您或许真的是想不到。而王炸弟弟王一博的选择呢，更加会让您烧脑的。王炸姐弟的小心思，注定还是视角永恒、与别不同的新我所说的那样，注定99.99%的娱乐大 V、专家大号都不会留意得到。话说这两家，其实都是中国大陆最具权威，都是属于上层建筑的官方权力机构来的。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直属的正部级单位，属于杠杠的党产来的，地位如同苏联的真理报以及朝鲜的劳动报。其核心任务是传播党的红色思想和意识形态。请注意，人民日报不聊人间新闻，只谈意识形态。因此呢，拿着意识形态指挥棒去怒砸狠批娱乐圈各种乱象的，正就是这个稳光正的人民日报了。值得再次提醒的就是，人民日报是正部级单位来的。大家伙耳熟能详的党媒央视，则是副部级单位来的，隶属于光电总局管理。所有属性重大的国内外的新闻，必须要用到新华社的通稿才行。那么哪位是大哥，哪位是二哥呢？您暂时看出来了没有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始人毛泽东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名言，他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这么样的一个解释算是超级完美的了。所以说，人民日报或者央视新闻非要去二选一的话，您到底会怎么去选择呢？您又猜得到赵丽颖、王一博怎么去选的呢？翻看今年，也就是2022年的娱乐圈明星们的追风转发，几乎都集中在了5月12号凌晨的0点到1点之间。这个时间点是个约定俗成的标准格式套路来的，而且呢，200来个大大小小的明星们所转发出来的文案也都是格式相同，文字相同，毫无新意可言。所谓讲多错多，这么一个无趣点，新闻我也早就专题的聊过的了。现在呢，大家伙似乎比拼的只剩下唯数字论的点赞量和转发量了。说到这，您如果还是在二选一的难题面前，依旧还是选择困难症的话，那么事实上明晃的大多数的明星们都明确的站在了
20倍的圈子当中了，转发了央视新闻的发文了。那么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难道贵圈真的是有什么内幕和讲究吗？说白了，还是毛主席说的好，也就是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话说这个贵圈真的是也要分3、6、9档的，京圈、港圈、沪圈和西北圈，算是所有中国人都逃不过去的山头思想和地域划分了。现在京圈的盘根错节和不断上升的政治影响力，无疑已经是无以伦比的那一种了。而原本的那一个盛极一时、华夏无双的港圈的没落，或许您也真的是想不到，其没落的时间点有多么的诡异。这个港圈没落的时间点，恰恰好就是在汶川大地震的那一年开始。所有热血、有记忆的明白人、过来人都会明白的。整个汶川大地震的全过程当中，到底是谁付出了最多的精力、最多的汗水、最大的热情和最多的金钱？他就是港圈化身的香港人。据当时的官方的统计，中国民政部在全国15个省市范围内，合共筹款到了7000万人民币的善款出来。而中国人民的无上限的老朋友俄罗斯，则捐赠出了2800万人民币的帐篷物资出来。那个血浓于水的中国澳门特区政府调动了1亿人民币来协助赈灾，而同属弹丸之地的，同样也是血浓于水的香港人，则合共捐款了200亿人民币的善款。根据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邓国胜团队对这一次汶川地震善款流向的研究报告，汶川大地震的善款总额为652.5亿元，也就是说，单单香港人的捐款就已经是占到了1/3强了，或者说近乎300倍于其他15个兄弟省市的募款的总额。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合共600多亿的汶川大地震巨额善款的流向报告非常值得玩味。也就是说，其中政府直接支配的占到 58%， 政府间接支配的占到 31%。 说来说去，80%的地震专款都直接的转入到了政府财政收入的相关账户当中去了。所以呢，有时候但凡知道彼真相的，就能知道此真相了，以此类推。港圈的没落跟京圈的崛起，同样也属于这一种以此类推的30年河东30年河西的历史轮回了。话说汶川大地震13周年祭的时候，王一博转发的是人民日报的微博，而当时200多的大大小小的明星们立场是转发了央视新闻的微博。1年之后呢，这个突然勇挑了光荣政治任务的王一博，突然之间转换了自己的主场，突然之间转发了央视新闻的微博了，而且呢，立马就荣登了
热门转发的首页，而且还是那个毫无意外的头2的位置。在这里，视角永恒与不同的新闻，我只能说，江山代有才人出。王一博无论跑哪儿，都是那个旺财童子，流量化身来的。那么，为什么新闻我会这么说呢？对比一下去年和今年512禁娱这一天，王一博所带来的点赞量和转发量，你就知道什么叫感人了。那么为什么王一博非要转换自己的主场呢？另外一边厢，有意思的是，王大姐姐赵丽颖依旧还是一如既往的跟金角大哥一道，一直都是人民日报的转发大户来的。那么为什么赵丽颖喜欢这个不变的主场呢？说到这，希望我必须友情提醒一下意识形态这4个字。意识形态，意识形态，重要的事情必须说3遍。